奇遇大战龙卷名场面来袭，继饿狼片后的第一个小高潮，它终于来了。Hello， 大家，我是麒麟。本期我们接着来看《一拳超人重置版》第223话。上回说到，因为吹雪组里出现了内奸，导致吹雪吃下了含有剧毒的保健品，成为了敌人人质。最终还是靠着龙卷忍辱负重，逼出了吹雪体内毒症，才有惊无险的收拾掉了神秘人。但因为是吹雪组的失职，害妹妹差点出事，气得龙卷当场就要废了这帮人。关键时刻是奇遇拦住了他。医院的手术室里刚结束了一场紧急抢救，伤员正是前不久想收拾诸神，结果被天然水射穿喉咙的 A 级英雄艾尔。刚清醒过来，身旁就传来了病友的声音：“你醒了吗，艾尔先生？放心吧，你被救下来了，这里是医院。说你是大义被怪人打败了，你是？我是强鹰 ，A 级第31位，排名暂时在你之上，所以请多指教。不过话说回来，如今我也成了这副模样，真没想到那家伙还有这么一招。我的声音好像不太对劲。”话音刚落，门外便出现了几名医护人员，向他表示：“因为你的喉咙伤得太重，所以我们通过手术让你的声带机械化了。我们是协会派来帮助你的改造人医学项目的专家，虽然远远不如波菲伊博士。”这时被晾在一旁的病友强音心情本就不爽，还被人无视，将气都撒在了奇遇身上。等我出院了就立马去找奇遇报仇。原本还以为是个蠢蛋，结果竟然是在扮猪吃老虎。那个家伙绝非等闲之辈。你们当时也看到了吧，那可怕的能力。那家伙明明在我前面，却突然从背后给我打飞了。我现在脚腕还疼着呢，整个背部就像是被鞭子抽过一样，隐隐作痛，就好像被车撞了一样。恐怕是什么超能力或者魔术之类的吧。你就是被车撞了呀，所以站的时候你还是别戴耳机了。哎，真的假的？我真的是被车撞的吗？那我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亏我还以为他是像站里的龙卷一样的恐怖之人呢。由于头部受到重创，导致强硬对当时的印象出现了偏差。蝴蝶 DX 吐槽道：“要是奇遇真像龙卷一样，你早都不知道死几回了。”关于奇遇的话题暂时聊到这里，因为刚才整个英雄公寓发生了剧烈的争斗，听说是怪人收容所出事了，蝴蝶 DX 和锁链蛤蟆便准备过去看看，而留在医院养伤的强硬只得在脑子里先设想一番和奇遇的复仇之战了。而此刻的奇遇一边，场面是相当的劲爆。对着突然冒出来的死秃子，龙卷可没有好脸色，冷冷地说道：“说了放手，你没听见吗？”奇遇皱着眉头回应道：“我不是说了别乱来吗？”话刚脱口，龙卷两眼一瞪，便使出了超能力，滚开！本想直接将奇遇扔到外边去，可他怎么也没想到，奇遇抓着他的手，硬是没半点要松开的迹象，差点就带着他一块飞出去了。而此刻的奇遇感受到这股超能力，不禁想起了之前龙卷便是用这股力量将杰努斯给打飞的，可亲身体验下来，感觉和吹雪没什么差别嘛。此话一出，一旁的吹雪就知道事情玩大了，怒吼着让奇遇不要再刺激姐姐了，可已经为时已晚，给我放手！怒气冲天的龙卷这一次又加大了力道，看似这股拉扯力只造成了整面墙壁的扭曲，实际上跟个螺旋丸一样轰出地表，形成了一眼望不到头的恐怖沟壑。然而只是让奇遇浑身颤抖了起来而已，说出的话也随着声带的颤抖忽的听不清。但最关键的是，奇遇那稳如泰山的手丝毫没受影响。奇遇正感受着这肌肉不受控制的颤抖反应，一边哦哦的喊叫着，给对面的龙卷是惊呆了，这家伙是怎么回事，竟然扛住了他的超能力。吹雪也是轻点了下巴，知道奇遇厉害，但他怎么也没想到竟然能扛住龙卷。这时候龙卷才想起来，眼前这秃子不就是魔鬼改造人身边的小弟吗？语气更是不客气的问道：“所以为什么要多管闲事？又或者你也是吹雪组的人吗？”哈！这番话一出，奇遇也有些不爽了，接着猛地回头怒喊道：“吹雪！”给吹雪吓了一激灵，跟上去是被老师点名了一样，乖巧的应道：“在。”这个不明事理的家伙就交给我来处理了，你先带着那帮人避难去。吹雪应道：“知道了。”见妹妹既然这么听话，龙姐就更火大了。看来你和我妹妹挺熟的嘛，不是她手下的话，那你是吹雪什么人啊？怎么说呢？既不是朋友，也不是伙伴，也不是朋友的朋友，只是个认识的人。奇遇的无情回答让吹雪是伤透了心。原来自己努力了这么久，在奇遇眼里竟然连朋友都算不上吗？听了奇遇的回答，龙姐是根本就不信，只是认识的人会这么拼命吗？那行吧，就给你做个测试，看看你有没有资格和吹雪搞在一起。搞在一起这巧妙用词给吹雪整不会了，奇遇更是听得火大。什么搞在一起啊？我可是单方面被救生了好久，你知道有多麻烦吗？话音刚落，龙姐的超能力再一次释放而出，这一次的力道更为恐怖，甚至让整栋英雄公寓都在发生扭曲。楼要塌了，快跑啊！
伴随着协会人员的叫喊声，整栋英雄公寓都在剧烈的颤动。还在举行派对的权贵们，一个个都在怒骂着金属骑士，不是说好的构造很坚固吗？这才刚刚建好呢。监控室里，2名 A 级英雄毒刺和电光源氏正查看着现场情况，发现通往地下的电梯发生了故障，并且包括监禁者在内，访客和职员还有英雄都留在下面呢，情况不妙。此刻，龙卷释放了2道相反的力量，一道作用在奇遇身上，将其往外推；另一道则是控制着自己身体往后拉。可奇遇抓着他的手仍然是纹丝不动。眼看着再这么下去，这里的人都会被扭曲的地形给活埋。看着龙卷逐渐癫狂的脸，奇遇是终于看不下去了，嘴里嘟囔着：“还真是把人给当抹布啊！”要干架的话，奇遇一把抱过了龙卷，化作一道流光直冲向地表。要干架的话，去外面干。看着头顶上不知砸成了多少层的大洞，吹雪组是惊恐未定，吹雪更是满头冷汗。他怎么也没料到奇遇竟然和姐姐打起来了。这时正好因为奇遇和龙卷打了个通道，赶来支援的英雄们发现了吹雪他们，便准备就从这里跳下去展开救援行动。与此同时，地下收容所某层监狱因为墙壁的倒塌，3名怪人被放了出来：虎级食人水豚、狼级啤酒肚、狼级长蛇怪。被关押了这么久，终于是给他们等到机会可以逃出去了。嘿嘿，总算是能出去了。既然想把我们关在这种鬼地方，就让我们出去大闹一番吧。这边没有异常。好了，到这里就是《一拳杀人重置版》第223话的全部内容了。龙卷和奇遇的大战终于是打响了。这场大战是继饿狼片后的第一段精彩的小高潮，也是全片第一次展现奇遇和龙卷的 PK。除了爆破是谁也不放在眼里的龙卷，在碰到奇遇这么一个硬茬后，会爆发一个怎样的戏剧效果呢？等不及的小伙伴可以先去原作版了解大致剧情，当然不喜欢被剧透的就别去了，耐心等待2星期，相信孙天老师会把这段名场面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麒麟，我们下期再见。